女主重生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向我索要祖传玉石戒指，因为她知道末世马上就要来临，而这戒指其实是个空间，能让她在末世过得风生水起。但她不知道的是，其实我也重生了。我毫不犹豫拿起小刀扎破手指头，把血滴在戒指上，血融入戒指中，但戒指像是有生命一般将其吸收。几秒后，戒指变得暗淡，我手指则是多了一道细细的圈。此刻看着面前理直气壮的女人，我直接拒绝了她。我没有玉石戒指，金银首饰跟红宝石首饰倒有不少。怎么可能呢？你好好想想。柳如烟急了，拿不到戒指，她就没办法获得空间。上一世她得到时已经太晚，吃了不少苦头。我似笑非笑地说道：“我清楚我有什么东西，我不喜欢玉石，所以没有玉石类的首饰。”柳如烟脸色变了变，有点维持不住形象。你可能忘记了，那只玉石戒指上面有花纹，你去找找。我故作疑惑地问：“你是不是记错了？我和你从来没有接触过，我有没有玉石戒指自己都记不清，你怎么会清楚地知道细节？”我听你二哥说的，所以才想着来跟你借首饰。柳如烟一时语塞，她本以为会顺利拿到戒指，突然吃瘪，反应过激了。我懒得跟她扯皮，不耐烦地说道：“玉石戒指没有，你去找别人借吧。”说完毫不留情地关上门。柳如烟瞪着紧闭的房门，心里恨得牙痒痒。距离末世还有7天，我去了好几个大型超市，把所有零食都买了，各种饼干、点心、糖果、薯片，还有泡面、酸辣粉、自热锅、果干、酸奶、牛奶等等，碳酸饮料也不能少，可乐、雪碧、橙汁、椰汁等通通安排上去。结账的时候推了20多购物车，每个堆成小山，引来不少人的注目，还有人拍了视频跟照片发到网上，引来热议。我并不知道这些，20多个购物车最后打包了100多袋的东西。超市的工作人员帮我提到门口，我已经请了一辆货车，把扫荡几个大型超市的零食跟汽水全都拉到仓库。从超市出来，我先去冷冻仓库把肉类都收进空间里，然后再去仓库不停的买进，再不停的收入空间。药品还没送到，我走在街上看到一个女孩手上拿着奶茶，才想起小吃还有快餐没买，于是风风火火的跑遍大半个城市的奶茶店。老板，我要100杯珍珠奶茶，100杯芒果奶昔，100杯金桔柠檬，100杯波波奶茶，100杯杨枝甘露。在老板目瞪口呆的眼神下，我干脆利落的刷了卡，证明自己不是开玩笑，留下仓库的地址，请尽快送到这个地址，谢谢。买了奶茶后，又去买了炸鸡、炸串、烤冷面，还去蛋糕店扫荡了一波，接着又马不停蹄的跑到各个餐厅，对着菜单一通乱点，每道菜都要20份，各种菜式口味应有尽有。买完了吃的，我赶回仓库等着，做好的食物放不久，最好趁热放进空间里，空间是静止的，放进去的时候是什么样，10年8年后再拿出来还是什么样，连温度都不会变。很快陆陆续续有奶茶、炸鸡送过来，有些餐厅出餐快也送到了。有个骑手好奇地问了一句：“兄弟，你们是要在仓库开派对吗？”我睁眼说瞎话道：“是的，这里安静，不会吵到人。”在外面跑了半天，我正好肚子饿了，随手拿起一份茄子牛肉饭吃，牛肉软嫩，茄子沾满了汤汁，让人食欲大开。渴了就喝奶茶，饭后再来块小蛋糕。有了这些物资，足够我们一家在末世过得滋润。我足足等待了3个小时，订购的东西才全部送过来，刷刷几下全都收进空间。3天过去，吃的跟穿的东西几乎买完了，剩下就是交通工具、通讯工具跟充电设备。我看了下银行卡的余额，还剩下2亿5千万，够用了。想到交通工具，家里的车库有几十台豪车，回去收了再说。女主重生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找我索要祖传的玉石戒指，因为她知道末世马上就要来临，可她却不知道，我早已滴血开启空间，开始疯狂囤货模式。想到即将来临的大暴雨，水上交通工具必不可少，我便转到先去买气垫船、摩托艇、汽艇，每种各买了30艘，几乎买空了店里的存货。在老板疑惑的目光下，我摸了摸鼻子，再次撒了个谎：“我投资的水上乐园快开业了，水上项目少不了。”老板恍然大悟，水上项目他熟啊，前2年就有人来订购过。原来是这样，开业了我也去捧捧场。嘿嘿，老板打消了心里的疑虑，痛痛快快的给我送货。在回去的路上，我又去买了卫星电话，跑了好几个店才买到50部。天灾来临后不久，全球开始全面断电，信号全无，只能靠卫星电话联络。充电设备我也买了不少，像什么超大容量的太阳能充电宝、发电机、太阳能蓄电板等等。看到空间里满满当当的物资，我才觉得心安。想到家里的豪车、汽油跟柴油同样必不可少，我自己去加油站买肯定行不通，有事找大哥就对了。大哥可是上市公司的老总，人脉广，不用白不用。最后成功订购了20万升汽油、15万升柴油，然后全部送到仓库。等我回到家后，直奔车库。家里2个哥哥都喜欢买豪车，开了一段时间就丢在车库里，大概数了一下有上百辆车。我大手一挥请你吃。现在距离天灾来临还剩下4天，开始倒计时。而柳如烟有事没事就到我家，还总暗暗打听玉石戒指的下落。我说了没有，他也毫不气馁，一副拿不到戒指不罢休的架势。这天晚上，二哥来找我，开口就是借玉石戒指。小弟，你就把戒指借你未来二嫂戴一次好不好？哥的幸福可就掌握在你手里了。二哥哀求的看着我，我心里冷笑一声，脸上的表情很无辜。
二哥，我要是有玉石戒指，我能不借给他吗？还有啊，你不觉得这是你表现的好机会吗？表现怎么说？你让柳如烟把想要的玉石戒指画出来，然后出去找人定制，给她一个惊喜，不好吗？二哥眼睛一亮，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？我现在就去问。等一下，柳如烟要是问起来，你就说把玉石戒指画出来给我看的。二哥点了点头，兴冲冲的走了。看着他憨憨的背影，我无奈的摇了摇头。二哥很有经商的头脑，说明智商并不低，怎么遇到柳如烟后智商为0了呢？吃过晚饭后，一家人坐在客厅里聊天，我突然说道：我们一家人很久没有出去玩过了，郊区那边开放了一个生态植物园，还有农家乐，要不我们去玩几天，全当放松一下。我当然不是真的要去玩乐，而是想让家人搬离这里。我们家住的是别墅，地势不算高，几天后的暴雨天灾连下1个月，水位暴涨，最后会淹没这里。可突然让他们搬走，他们一定不愿意，所以我才想了这个办法把他们支走。爸爸看向妈妈，很是心动。妈妈笑了笑说道：行吧，反正工作是做不完的，我们也给自己放个假。我随意，目前没有工作安排。大哥温和地说道，而二哥却有些迟疑。我要陪柳如云，就不去了。我恨铁不成钢地看着他。二哥，你这样是不行的，恋人之间也需要独立的空间。你天天缠着柳如烟，没准人家心里烦你。听我的，给彼此一点空间，没准你们少见面几天，感情更好。也许是我的表情太能唬人，二哥半信半疑，最后还是听我的。好吧，也许你说的对，那我们一家就出去玩几天。我松了口气，舔狗二哥还不至于无可救药，要不然我要被他气死。而大哥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，似乎看出点什么，我心里咯噔一下。难道被大哥发现了？女主重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我索要祖传的玉石戒指，因为她知道末世马上就要来临，可她却不知道我早已滴血开启空间，开始疯狂囤货模式。现在距离末日来临还有3天，我们一家人前往农家乐的路上，天空乌云密布。我提议先去红山小区住2天，等晴朗了再去玩。红山小区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，我们家买了最高的1层，到时候不管雨有多大，都不用担心被淹到。一家人暂时安顿下来，我找大哥要了100万。刚才看了天气预报，未来几天都会下雨，大后天还会有暴雨，到时候不方便出门，还是趁现在买一点物资。大哥觉得有道理，拿出手机来。我也去买一些，你们喜欢吃什么？我都行，尽量多买点。爸妈还有二哥，你们也去买物资，多囤点东西没坏处。在我的建议下，一家人疯狂的买，一个冰箱肯定不够，我又下2个大冰柜，5个发电机，10个大水箱。第2天早上，外面依旧下着小雨，即便天气预报说未来2天会下暴雨，也没有人太在意。一家人吃了早餐没多久，冰箱送货上门，二哥震惊地看着我：小弟，你买这么多冰箱干什么？家里有1个就够用了。我摇了摇头，轻声说道：1个不够，3个勉强。小皮，我们不会在这里久住，其实买了也是浪费。可我买了很多肉，不放进冰箱里冷冻容易坏掉。其他人并不知道我说的很多是多少，直到1个小时后，门口堆满成小山一样的物资，他们才目瞪口呆，看到家里4人面面相觑、欲言又止的模样。我轻笑一声道：未来好几天都会下暴雨，家里囤着物资我才安心。小弟，咱们有忧患意识是好事，但你这也考虑的太远了，这些东西够我们一家吃1个月了吧？买都买了，先放进冰箱里，实在吃不完送人就是了。我笑了笑，没解释太多，过几天他们就知道了。打量了一下窗户大门，质量都很好，不需要重新换，只是有必要在楼梯口装上一个铁门，隔绝外人上来。趁着雨小，我去买了一扇厚重的大铁门，约定好上门安装时间，顺便又买了一把大铁锁，绝对砍不断、撬不开的那种。接下来，我打算去海市东郊的一家当铺买点装备，表面上是一间当铺，实际上这家当铺里有一个团伙，倒卖各种违禁品，什么都收，也什么都卖。1个小时后，我来到那家当铺。小伙子，有什么可以帮到你？你这里有防身武器吗？当铺老板谢妮妹迟疑了一下，想要什么尽管说，只要不是大家伙，我这里都有。接下来我把在末世下能用到的各种武器报给他，另外给我准备10把枪王之王 AK47，子弹你有多少我买多少。谢妮妹一愣，你这是要去打仗吗？我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，我准备去北极待几年。这种话他自然不信，但是秉着有钱不赚王八蛋，老谢粗略算了一下，这些东西价值100万。你要这么多东西，起码要给我120万。他的价格合情合理，我点了点头。2个小时后，所有装备已经秘密送到我指定的仓库，我大手一挥，将其全部收入空间。等我回到家，发现工人正在安装大铁门，按照现在的进度，今晚就能把铁门安装好。第2天清晨，我被一阵雷声吵醒，往窗户一看，外面下着倾盆大雨，天空中乌云密布。简单洗漱过后，走出房间，爸爸站在窗边上看着外面的大雨，无奈说道：这几天天气不好，早知道就把计划安排在下个月。这雨从昨晚下到现在，没有一刻停歇。妈妈坐在沙发上看着外面，我顿了顿。妈妈，我刚才看到物业群里有人说大半个城市已经被淹没了，不如让公司的员工待在家里，等到雨停了再去上班，还有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多囤点吃的东西。妈妈笑看我一眼，通知一大早就下达了。我点了点头，还是妈妈想的周到。吃过早餐后，我抱着手机刷社交软件上面的动态，所有软件的热词都是大暴雨、
红山小区物业群里也有不少人在讨论这场雨，群里目前还算安定，没有人将这场雨当回事，甚至庆幸可以带薪休假。3天后暴雨依旧没有停息的意思，天气预报上显示强降雨将持续1周时间。物业群里的人逐渐不淡定了，情绪逐渐暴躁。女主重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我索要祖传的玉石戒指，因为她知道末世马上就要来临，可她却不知道我早已滴血开启空间，开始疯狂囤货模式。随着食物的短缺，小区群里有不少奸商开始高价出售大米进行牟利。殊不知这场暴雨根本不会停，而此时积水已经淹到2楼楼梯口了，低楼层的住户岌岌可危。楼道口的大铁门突然被人大力拍打，我跟大哥出门去看，来人是一对婆媳，还带了个孩子。什么都别说，我们没有存粮。他们也是震惊，没想到我会先发制人。小兄弟，老婆子也知道大家都没米没菜了，我也不是想问你要粮食，就是家里孩子饿得没力气说话了，能不能给点稀粥或者面包，一人1口就行。没有，请别再来打扰我们。老妇人的儿媳目光中露出不满之色。你们看着就不像吃不饱呢，明显家里还有很多存粮，为什么就不愿意帮一把？给孩子1口吃的能怎么样？给你们1口吃的，就意味着我要少吃1口。你们跟我非亲非故，我又不是活菩萨，为什么要牺牲自己去帮助你们？你这个人怎么能这么冷血？你分出一点食物就能救几条命，好人有好报。如果你愿意帮助我们，等天灾过去了，我们一家双倍报答。女人的婆婆突然走上前，将手从大铁门的小口里伸进去，试图拉我的手。我连忙往后退一步，看见抓不到我，她满脸不甘的样子。我们不需要谁的报答，在人人自危的时刻，冷血不是很正常吗？记住我们有多冷漠无情，下次别来了。我说完转身就要走进屋里，下一秒门外传来哭喊声：“妈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了？”我下意识停下脚步看过去，只见刚才那个中年妇女捂着胸口倒下去，脸色发白，嘴唇颤抖着，一副病发的样子。我没理会，转头往屋里去，在我面前博取同情同样走不通。大哥冷漠地看了他们一眼，跟在我身后走了。不许走！你们把我婆婆害成这样，就一走了之吗？回应女人的只有关门声。大哥，你是不是也觉得我不近人情、自私冷漠的可怕？我知道你这么做有你的理由，而且这个口子不能开。这次你给了他们食物，他们就能来第2次、第3次。消息传出去后，整栋楼的人都上来讨要食物，没完没了。最后我们会因为一时的好心而给自己带来无尽的麻烦。要是每个人都有大哥这份觉悟就好了。大哥看了眼二哥紧闭的房门，无奈地摇了摇头。老二除了经商天赋外，大多数时候确实没脑子。爸爸跟妈妈正好听到我俩的对话，他们沉思良久。这些天他们也在浏览网上的消息，关注全国各地的受灾情况。天灾还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。想通了的爸爸将二哥从被窝里拉出来，全家人开了个会议。以后这个家里小皮做主，他做什么决定，我们都全力支持。谁要是敢拖后腿，别怪我把他扫地出门。爸爸说这话时，瞥了一眼猛圈中的二哥，二哥挠了挠头，不解地说道：“您说就说呗，看我做什么，我肯定支持小皮呀。”就这样，一家人的意见达成一致。我正想着一些事情，二哥突然忧心地来了句：“如烟的手机可能没电了，我给他打了一整天的电话，也没有联系上，不知道他怎么样了。”二哥说完，发现没人应声，他疑惑地看过去，只见全家人一言难尽地看着他。我说错什么了吗？大哥站起身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没什么，你只要时刻记得不要给家里找麻烦就行。”下午闲着无聊，我和两个朋友一起斗地主。茶几边上还摆放着零食跟水果，爸爸跟妈妈也有自己的消遣方式，那就是下棋。就在这时，大铁门再次被人砸得哐哐响，一个粗犷的声音传来：“301里面的人给我出来，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。”末世降临，洪水来袭。上集说到一家3口来我家寻求帮助，被我拒绝后，下午他的家人便拿刀来砸我家的大门。你是谁？来我这有何指教？我看这架势，猜到他是来挑事的。铁门外的中年男人拿着菜刀往铁门上敲了敲，脸色阴沉道：“你们先把门打开，我有话要问你们。”呵呵，给你开门好，让你上来打我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的智商并不是停留在猿猴时代。门外的男人见被我识破他的计划，表情僵硬了一下，他索性不装了，冷冷地瞪着我道：“我老婆被你们气得心脏病发作，现在躺在床上半死不活，你们打算怎么解决？”话回到正题上，说白了就是来讹诈的。我嗤笑一声：“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从头到尾没有出过这个门，只是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而已。”怎么会没有关系？我老婆就是被你气的，你但凡积点口德，也不会被你刺激到昏过去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既然你们不讲理，蓄意讹诈，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。想让我们赔钱赔食物，做梦！老头见拿我们没办法，只能泄气般的狠狠敲打大铁门，一边放话：“你们给我等着，这事没完，我就不信你们能躲在大铁门后面一辈子不出来。”撂下话后便匆匆离开了。大哥瞥了一眼老头脸上的那股凶狠劲，淡定的道：“看样子那人应该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，他伤不到我们，估计只能使些损招。那没办法，只能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了，见招拆招吧。”没过多久，物业群里有人发消息，打开一看，下暴雨前我看到你们买了很多食物，能不能卖给我一点？我出10倍价格购买。这人还放出来3张图片，
在3001的门前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物资，一时间群里炸了，所有人都在艾特我。你们家里还有这么多吃的，就不能救济一下邻居吗？是啊，我们愿意用10倍的价格购买，只要你愿意卖给我们。我家老人和孩子饿得不行了，从昨天早上到现在只吃了一点清水粥，求求你们了，卖一点米给我们吧。群里有人在责骂我家自私自利，有人在苦苦哀求，有人将自家面黄肌瘦的老人还有嗷嗷待哺的孩子拍下来发到群里。看到群里的消息后，我皱了皱眉，没想到有人竟然把那天物资送到的场景拍了下来。即便知道这时候自己说什么都没用，小皮还是在群里发了条消息：大暴雨持续了半个月，家里存货一空，我们现在是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，帮不了你们。说完直接从软件上退出来，不去看他们发布的消息。2天后，小皮醒来时没有听到下雨的声音，看向窗外发现大暴雨果然停了，只是天色依旧阴沉。简单洗漱一下，我来到客厅，一家人正在商量出去购买物资的事宜。有人说附近的几家超市都开了，我们也快去抢购些食物吧。要是再来一场10天半个月的大暴雨，家里的东西一定不够吃。经历过这次暴雨，除了小皮外，其他人现在也感觉到了囤货的重要性。随后我们兵分3路出去采购物资，2个小时后，我们又采购了一大批物资回来。看着几个大冰箱装得满满当当，一家人心里才放心下来。老二怎么还没回来？不会是去找柳如烟了吧？大哥话音刚落，我手机铃声响了起来，是二哥打来的。喂，二哥，你怎么还没回来？小弟，我在柳如烟家住几天，你们不用担心，顺便帮我告诉爸妈一声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万事小心。刚挂了电话，爸爸无奈地叹了口气道：算了，随他去吧。时间很快来到2天后，暴雨再次倾泻而下，整座城市又被淹了。我坐在阳台，拿出手机刷全国各地的消息。暴雨刚下了20分钟，已经登上了热搜。不少人在各大软件的国家官方账号下留言，他们相信自己没有被国家抛弃，只是现在暴雨危害太大，救援行动人手不足，无法展开，只需耐心等待即可。半个小时后，各大官方账号也发布等待救援的通知，并且让有能力的人自行解决吃用的问题。至于什么时候能去救援，一切都是未知数。妈妈也在看网上的新闻，她轻声叹了口气：这场天灾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？末世降临，洪水来袭。上集说到老头拿家伙来我家威胁我开门，被我拒绝后，撂下狠话便匆匆离开。而我趁着停雨又出去采购一批物质。大哥看到我应对天灾如此得心应手，对我产生怀疑。小皮，你是不是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？大哥突然问道。小皮转眸看去，正好对上大哥的目光，他勾唇笑道：经过我的观察，发现你从暴雨来临前不慌不忙地准备物资。按照正常人的想法，囤货只会囤几天的食物，而你直接买了1个月的物资，并且准确地预测到了暴雨什么时候停。这一切不是巧合，对吧？我抿了抿唇，最后还是没有选择隐瞒他。毕竟接下来还有很多生命难以承受的天灾，比如极热、极寒、极昼、极夜、地震，每一场天灾都在淘汰弱者。而现在的暴雨只是开端，如果一家人不齐心，很难在末世下生存下来。随后我叹了口气道：大哥，我问你，你相信末世吗？大哥心底一沉，没说自己相不相信。末世真的要来了吗？那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样恐怖的天灾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过我会努力保护你们的。大哥心疼地看着我，如果不是我提前计划搬到红山小区，并且买够生活的物资，暴雨刚来临的那些天，他们全部人都得遭殃。就在暴雨持续的第2天，小区开始断电，物业在群里发布通知称，之前的电路只是暂时接上，这场暴雨一下又给冲断了。发完通知，不管其他人怎么质问，物业直接不出声。狗屁物业，等暴雨停了一定要换了它们。没有电就用不了冰箱，家里的菜根本没办法保存啊。刚好我家没买到多少菜，要是有人的菜储存不了，我可以出钱购买。停电勉强能接受，希望别停水啊。乌鸦嘴。停电后，我拿出发电机，几台冰箱还能正常使用，倒也不用担心食物会坏掉。下雨天衣服不容易干，我便拿出烘干机烘干。老妈闲着没事干，往花盆里种了一些葱姜蒜，后来越种越上瘾，把小红薯、小土豆也埋土里了。半个月后，暴雨慢慢变小，很多没有食物的家庭开始出门打捞物资。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打捞队伍中，水面上已经没什么食物可打捞的，毕竟是狼多肉少。有些没找到食物的人已经开始抢夺他人物资，不过这些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只需要保护好自己的家人就可以了。就这样又过了半个月，暴雨已经停了。这天有人发现每日的气温都在升高，消息很快上了热搜。大家在讨论这天气变化的同时，也在乞讨这只是暴雨后的一个过渡。但事与愿违，气温还在持续升高中，唯一的好处是积水已经完全蒸发了。物业很快派人将小区电路修好。老妈刚要坐下来喝点冰镇的糖水，突然想起来自己种的菜没有搬进来，糟了，忘了我的葱姜蒜了。老妈刚想起身，老爸立刻拉住她：外面太阳大，动一动就一身汗，我去给你拿进来。老爸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勤快了？小皮，你知道这天气为什么会突然变热吗？因为极热天气就要来了。末世降临，洪水来袭。上集说到暴雨刚刚结束，有人就发现气温一天天变高，消息很快就上了热搜，网友们都在乞讨这是暴雨后的过渡。但事与愿违，气温还在持续升高，接下来我又该如何应对？什么？
极热，今天气温达到了36度，再继续往上升，整个地球都会被烤干。小皮没有说话。上一世的极热也是这个时候来临，最高温度达到了56度。傍晚时分，气温稍微降低了一些，但依旧保持在30度左右。这个时候正是安装太阳能光伏板的最佳时机。我悄悄从空间取出20块太阳能光伏板。吃过晚饭后，一家人便开始安装光伏板，到时候小区断电还能靠发电过日子。1个小时后，所有光伏板都安装好了，一家人热得浑身湿透。做完这些，我去卫生间舒舒服服的洗了个澡。突然我意识到一个问题，让我浑身汗毛竖起。没有储存饮用水，之前暴雨天灾最不缺的是水，反观现在极热天气降临，湖泊干枯，水却成了最重要的物资。我急忙去找我大哥想解决办法。大哥听完我的话哈哈大笑，原来大哥早就想到这个问题，联系了一位干工厂的朋友，定制了5个不锈钢水箱，不仅容量大，还是304材质的。等拉来一看，面积足足占了几10个平方，存水量足够我们一家4口用上1-2年了，省着点用3年也没问题。还买了个大型净水器，如果水出现污染也不至于束手无策。忙完这些已经是5天后，一大早我打开手机查看了一下温度，不到9点钟，外面的气温已经高达45度。网上每天都在抱怨这破天气，不停艾特专家解释，然而所有的气象专家都销声匿迹，真的是印证了那句话：专家专坑人的人渣。我看着也是很无奈，放下手机简单洗漱一下，来到客厅，爸爸他们正在看电视新闻。主持人说道：根据气象、地质、环境等方面的专家研究，极热将会持续1年到2年左右。为了应对天灾带来的危害，国家决定在全国建设26个基地，分别以26个字母命名。建设基地的消息让不少人心头一松，纷纷表示国家终于出手了。太好了，我们没有被抛弃。我要把建设基地的好消息告诉我爷爷奶奶。我在基地附近，要不要提前收拾好东西去占个好位置？嘿嘿，哇，突然才知道一基地在我家附近，难怪前些日子那边不停有枸杞进出。可以说建设基地的消息给所有人吃了一颗定心丸，所有人都在讨论基地是什么样子的，会不会像电影里那样充满高科技。我心里冷笑一声，花半个月时间建起来的基地，能住人就已经很好了。主持人播报完基地建设的消息，接着是暴雨跟这次的极热中的伤亡情况。根据相关部门的统计，目前为止全国各地因为天灾失去生命的人高达30万，受伤、失踪以及无家可归的人不计其数。爸妈听到这个触目惊心的数字，不禁倒吸一口凉气，再一次觉得他们全家人都能好好的在一起是多么的幸运。晚上趁着空余时间，我清点了一下家里的存粮，大米还有8袋，挂面跟面条还有10几箱，零零散散的面粉，各色豆类也有几10斤，其他零食更是堆满了一个角落，肉类4个冰箱里冻得满满当当，冬瓜、马铃薯、红薯等还有10几袋，各种干货也不少。这些东西都是这几天爸妈买回来的，所以东西看上去很零散。累了一天的我倒头就睡。第二天早上，整个小区再次停电，业主们集体来到物业办公室讨论说法。